你玩过《世纪帝国》吗？在《世纪帝国》这款游戏里，整个地图被迷雾覆盖，让你无法预测敌人的动向或发现资源的位置。每当你建立新的据点、扩展你的城镇或探索新的区域时，这层迷雾就像股票市场中的不确定性，敌人可能就在仅一步之遥的未开土迷雾之中，随时可能杀进你的城堡里。有时候，敌人一波突如其来的海量军队袭来，就像那些意想不到的股价波动，刷了一波，让你的账上损益瞬间受到威胁。老玩家都知道，一旦游戏开始，首要的就是先开图，把游戏中迷雾打开。开图的重要性优先于其他动作，这么做是为了让你能对场上所有地形、盟友跟敌人的位置、敌人的军事布阵等等有基本的了解，也就是《孙子兵法》所说的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投资炒股当然也是用《孙子兵法》的知己知彼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重点来了，究竟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像这些老玩家一样，仿佛上帝视角般，在股市中纵观全局呢？我们除了必须了解自己，也要了解敌人，而了解敌人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筹码面分析。自从小林开始利用经营咖啡厅之余研究股市后，他发现，虽然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帮助他在交易上做了一些预判，但他慢慢觉得好像还缺了什么。因为每一档股票除了表面上的价格变动外，似乎还有一只隐藏的黑手，总是无预警的干预市场筹码。筹码通常是最隐蔽的力量，就好像在世纪帝国里的迷雾之中，你无法看清敌人所有的军事布局，你只看到粗略的布局轮廓，有部分能掌握的资讯，再去推理对方后续可能的用兵策略。某天，小林碰到一位老朋友西妹，这位朋友可不简单，是一位在投资界混迹多年的筹码王。西妹笑着跟小林说：“如果拿股市和你本业经营的咖啡厅做比喻，这么说吧，你应该要知道资金的流向。如果在咖啡市场中，你很清楚顾客和不同品种咖啡豆的比例，那么你就可以预先找到比较高占比的咖啡豆供应商进货，主打该口味，让业绩蒸蒸日上。股市也是如此。如果你知道目前大多资金都在流向何种产业，甚至某档个股，并且跟上那些大户的步伐，你就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波动搞得晕头撞向，你会对市场更加清晰，甚至有机会大赚一笔。”小林眉头一皱，大概能理解你的意思，但你可以举更具体的例子吗？西妹举了一个她最近的投资案例。前几年我看上了华邦电这支股票，基本面和技术面看起来都不错，可最有趣的是，我发现大户们已经开始偷偷吸筹了。西妹解释，吸筹码是主力悄悄买进股票的手法，这时候市场上股价还没什么波动，普通人不会注意到。如果你只看技术图表，可能根本看不出来这波吸筹码。但我追踪了几天，发现筹码持有者的集中度提高了，这代表有一大群人正在悄悄进场。小林点点头，开始明白了些什么。所以你是根据这些大户的动作提前布局？没错，西妹大笑。等到股价拉升上去，才会吸引散户跟风进场，但那时候主力早已布局完成，只等着收割。西妹接着提醒小林，但你也不能忽视散户的力量，比如今年的某些新创股，像某 AI 概念股，股价突然暴涨，这是因为一大群散户被消息面刺激，开始疯狂买进。小林想起他曾经遇过一个类似的情况，他的咖啡厅刚开始也是这样，一有好评就涌入大批客人，虽然短期内生意火爆，但他知道这样的热潮往往难以持续，因为客人一旦遇到更吸引人的选择，就会立刻撤离。西妹笑着说，散户有时候就是这样，盲目跟风，容易追高买进，最后反而被套牢。这就像你的咖啡厅一样，客人一窝蜂进来，然后突然一哄而散。如果你只看价格的短期波动，却不看筹码分布，很可能会忽视市场的真实情况。小林点头如捣蒜，原来这就是筹码分析啊！我平时会在文章教你如何按图施工，怎么判断筹码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商品跟位置，可以先在资讯栏的连结里免费订阅我的维股利文章。其实三大法人指的就是外资、投信和自营商。这三大法人在股市中的动作往往受到广泛关注，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资金和专业的投资团队。外资顾名思义就是外国的资金，也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或基金。投信指的是本地的投资信托基金，目标是帮投资人赚取稳定回报。自营商则是证券公司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买卖，追求盈利。西妹继续解释道，
三大法人买卖虽然能当作参考，但他们的买卖行为是随时可以说变就变的。例如主力今天大量买超，通常大家会认为这档标的很被看好，于是隔天就跟着进场，殊不知股价隔天开高往上冲，法人就大量卖超到货，只做了一天的价格套利。没人规定今天买超，明天不能卖超，是吧？这就是筹码分析的缺点，买超卖超是随时可以变动调整的。我们还是需要综合多方面的信息来分析，才能在股市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小林深思片刻，所以跟着这些大机构的资金走，也未必能让你避开风险。西妹又笑了，这还真是没错。这就像你咖啡店的供应商，如果你知道有大企业突然订了一大批咖啡豆，那肯定有某种需求在酝酿。你跟上这股潮流，自然能稳赚不赔。但如果哪天大厂突然说取消就取消后续的订单，代表这股潮流可能急流勇退。我们不能硬要强迫大厂下订单是吧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着潮流退出，降低风险。所以这里就延伸出一个观念了，我们除了看筹码的买卖变化以外，还需要看筹码集中度。如果筹码过于集中在少数大户手里，那主力要控制股价的拉升跟下杀就更容易更轻松，因为大户的任何操作都能瞬间改变市场局势。小林笑了，这不就像那些大咖啡连锁企业吗？一旦他们的新品上架，小玩家们根本无法应对，整个市场的供需都被他们主导了。西妹点点头，你说的没错。筹码分散时，股价会较为稳定，因为小额投资者的影响力比较小。理解筹码的集中与分散情况，能让你更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波动风险。小林听完后，觉得受益匪浅。原来市场的秘密不仅在于价格的变化，更在于那些藏在背后的筹码力量。无论是大户的吸筹、散户的盲目跟风，还是外资的资金流动，每一个动作都可能为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。筹码分析就像是看透牌桌上的每一位玩家。西妹拍了拍小林的肩膀，懂得跟着资金流走，你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，不会随波逐流。学会筹码分析后，你会发现大户的动作确实可以是重要的参考，但盲目地跟着大户买进，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策略，千万不能忽略集中度。西妹接着举了一个例子：2023年，一家科技股突然吸引了大量的市场关注，外资和本地法人纷纷进场，大户筹码集中度明显增加，这让散户们开始疯狂跟进，股价一路飙升。小林看着这波涨势，也有点心动，觉得大户入场肯定是个好信号。但西妹摇了摇头，别急着跟进。当筹码有大量买进的现象时，你应该回归技术面分析。大户们进场的原因，有时候未必是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，可能只是短期套利，等到散户追进去，大户就趁机出货获利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一追进去就爆大量反转，直接套在高点，好像被主力针对的感觉。这种时候，技术分析就能帮你判断，这是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的套利。小林点点头，所以看筹码不仅是要看谁在买，更重要的是观察他们的出货手法。西妹回应，没错，大户常常是先慢慢吸筹，在市场上引起注意后，开始大量卖出。当散户们还在热情买进时，大户已经在逐步出货，这样股价开始回落时，他们早已全身而退。小林明白了，单单依赖大户买卖操作并不足够，筹码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环。你要做的不仅仅是追踪谁在买卖，还要了解背后的意图和趋势，而这个部分就是靠技术分析。西妹再次强调，所以说筹码面分析的关键在于综合判断。你不只要跟着大户，也要学会分析市场的整体资金流向，还有基本面与技术面的结合，这样你才能在股市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。小林在研究筹码面分析一段时日后，他听到了散户是反指标的说法，于是开始思考，是不是只要和散户反着做，我就能稳赚不赔？西妹听到他的疑惑，笑着说，这可是很多人的误解。散户是反指标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现实可没这么简单。当你看到大量散户进场或者出场时，确实可能代表市场情绪过热或过于恐慌，但这不代表你只要反着做就会赢。小林想了想，反问，可是如果大户一直在买，散户又在疯狂抛售，我是不是就该反其道而行？西妹点点头，你要记住，市场的走势是多方因素的综合结果，大户固然有影响力，但也不是每一次都对。散户出场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市场上有潜在的风险，这些风险或许是大户来不及处理的。
关键一样在于你的综合各种讯号来判断，而不是单纯和散户对着干。照理说，大户的消息不都比散户来得早吗？为什么有来不及处理的情况？你可以把大户想象成连结车，散户是机车。你觉得当连结车和机车发现自己走错路时，谁比较容易回转？我懂了。当资金量庞大时，如果想要砍掉部位，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事。作为我频道的观众，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除了会在频道里分享免费的波段投资观念，当金融市场上有重大投资机会或是重大投资风险出现时，我也会跳出来审爱世人，就苦就难，希望多多少少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经常上对车抱不住，上错车反而抱很紧，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状况。你可以先在资讯栏里找到超直觉波段软体免费试用的连结。当你踏入波段投资的第一步时，让超直觉软体给你满满的安全感。软体结合了波段操作的逻辑，一旦开通进阶功能权限后，就可以享有独家指标功能，运用彩色 K 棒的变色，筹码强弱一目了然。只要看成交指标，你也能知道主力偷偷在哪些位置布局，无所遁形。还可以运用神奇阶梯，看到主力重要防守的地区。现在还开放最新功能，可以划线存档，自己做记号了哦。这一天，小林看中了某家热门科技公司的股票，技术指标显示均线黄金交叉，小林满心期待，准备入手。但就在他仔细查看筹码面时，却发现大户正在大量抛售。他疑惑地问西妹，技术面显示进场，基本面又不错，可为什么大户在卖？这到底该怎么办？西妹笑着回答，大户卖出不一定代表这家公司不好，有时只是大户进行资产重分配。你可以想想，大户在过去是否已经赚了一大波？可能他们只是在获利了结。西妹继续解释，大户卖出有很多原因，可能是他们看到了短期风险，或者有更好的投资机会。不过这不代表你应该立刻放弃这个标的，相反，你应该要仔细观察这次抛售的规模与趋势，看看它是持续性抛售还是一次性调整。小林点点头，那我应该怎么判断这次抛售是否有深层含义？西妹说，首先可以看公司未来的财报或有无即将公布的消息，这可能会给你更多线索。如果抛售量大且持续，你或许可以暂时观望一下。假如只是小幅度的调整，那你依旧可以跟随技术面进场。西妹拿出手机展示某生技股的案例。去年这档生技股的基本面相当优秀，技术面显示买进讯号。可是当时有大户大笔抛售，很多散户因为看到大户卖出也开始跟风卖。然而公司后来公布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，股价又随之暴涨。那些过早卖出的散户再度错失了这波大涨行情。阿林惊讶道，真的不能被单一讯号牵着鼻子走？西妹笑道，没错，大户确实能影响市场，但就像前面说的，不代表他们每次都对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和考量，可能只是调整资产配置，或者有其他更短期的考量。学会筹码分析固然能让你看到市场动态，但仅仅依赖大户动作是不够的。你需要在市场的迷雾中，不断学会如何解读那些隐形玩家的策略与个股产业背后的故事，同时结合技术面和基本面的分析，才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。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介绍过基本面、技术面以及筹码面了，还没看过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回去观看哦。相信你对于股市投资已经有了更清晰的概念，也拥有了全新的格局，不再以偏概全。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。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